近段时间，台湾又有烦心事了，原因是空军战机服役年限已到，是汰除还是延寿升级，成了空军非常烦恼的事情。如今，美国军火商主动与台湾洽谈，希望能为台湾提供一款最为合适、性能优良的战机。目前，台湾负责高空高速拦截任务的是法国幻象5型战机，迄今已经服役20余年。前些年，台湾进行了现役 F-16的升级专案，并从美国采购了66架最新生产的 F-16V， 将在2年内悉数交付。对于现在的台湾空军来说，年事已高的幻象5型战机是进行延寿升级还是汰除，成了近些年比较苦恼的事情。因为由于受到拥歼案的影响，法国一度延迟出售零部件，使得幻象2000 5型战机的妥善率仅有50%。台湾还是担心，不知道能否顺利完成该项目，因为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。如果幻象战机不能顺利提升性能，未来将难以担当大任。于是，台湾将 F-15与 F-18纳入取代方案。目前，双方已经有了初步讨论。包括美国即将全面退役的 F-15CD、最新延寿的 F-15-2040C、F-18EF 以及最新改良的 F-18XT 都在双方讨论的名单中。F-15系列战机是最优良的高空高速拦截机种，作战半径也比较大，是台湾最属意的一款战机。但美国觉得 F-18更加适合台湾，因为 F-18与台湾自研的 IDF 战机有许多共享的零组件，并且 F-18的电子作战能力更强，具有视距外猎杀能力，可携带10枚 AIM-120空导弹，只是在航程方面逊色于 F-15。目前，美军计划在航母上使用2中队的 F-35B 与 F/A-18的混合机队进行协同作战。如果台湾先采购 F-18系列战机，未来获得 F-35的话，同样可以协同作战。F-18系列战机起落架比较坚韧，非常适合短距起降。最后一个是 F-18系列战机的最大优势，那就是设计之初就重视控制维修成本。虽然是一款双发战斗机，但操作成本仅比单发 F-16高一点。依照以往的数据， F-16C 每小时操作成本为8000美元， F-15E 高达21000美元。而 F-18EF 的操作成本仅有1100美元，对台湾空军来说，超级大黄蜂的确是个好选择。火力军同样觉得 F-18系列战机非常符合台湾需求，在各类衍生型号中，火力军最推荐的是 F-18XT 战机，这款波音最新升级的沉默风才是对台湾帮助最大的，意味着 F-18XT 完美弥补了 F-18系列的缺陷，提升的程度可不是一点半点，甚至可以帮助台湾对抗5代战机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海军计划研发一种轻型多用途舰载战斗机。美国国会要求海军 VFAX 计划必须与空军 ACF 计划合并，名称也改为 NACF 海军空战战斗机。当时美国空军 ACF 计划有2个备选方案，一个是通用动力的 YF-16， 一个是诺斯罗普的 YF-17。为了满足海军需求，通用动力与 LTV 公司合作，推出了 YF-16舰载型，而诺斯罗普则找到麦道公司，联合设计了 YF-17的舰载型。这2款飞机及其舰载型将同时参加空军 ACF 项目和海军 NACF 项目竞标。YF-17的最初代号是 P630， 后来麦道公司又改为 MD Murder 267。为了赢得竞标， YF-17经过了专门改进，为了增加航程，特意增设了内部油箱，燃油量提高到10000磅以上。为了安装大型雷达，机头面积也得到了增加，可以28英寸的雷达。为了加强航母起降安全， YF-17还重新设计了起落架。除了机体结构的改进外， YF-17还采用了全新的动力装置与航电系统，换装更为先进的 F404GE400 涡扇发动机。虽然增加了20%的发动机成本，但是机身结构重量却减少了10%，使整架飞机的成本降低了5%。而且还拥有更大的推力和机动性。YF-17还安装了带稳增系统的机械式飞行控制装置，后来又换装为数字式电传操作系统，在飞行过程中几乎没有迎角限制，在低空低速飞行时更加灵活敏捷。经过对比与平衡，最终空军选择了 YF-16，也就是如今的 F-16战机。
作为 ACF 项目的最终机型，而海军则是选择 YF-17作为舰载机型，也就是 F-18大黄蜂战斗机。在1978年，第一架全尺寸发展型的 F-18A 完成组装，并在11月进行了收费。1980年，生产型 F-18A 开始投产，并逐步交付海军，同时也保留了 F-A-18A 的作战能力，但仍存在许多缺陷，无法达到海军的多用途需求，并且没有夜视设备，无法在夜间进行精确打击，缺少高性能火控雷达，就连 AIM-54都无法挂载，机动性也比不上 F-16战机，空战能力比不上 F-15和 F-14，载荷能力比不上 A-7E 舰载攻击机，不具备超音速拦截能力，也不具备多任务攻击能力。另外，在航程与作战半径方面也不出色，在执行打击任务时 ，F-A-18A 作战半径只有570海里，只有 A4 攻击机的水平。为了尽快让 F-A-18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，美国海军在1986年推出了改进型 F-A-18C 和 F-A-18D。C 型更换了部分航电设备，在机身前段增加了自卫干扰机的阵列雷达，垂尾顶部也加装了 ALQ-165 高低波段天线。相较于前面型号，为了具备完善的夜间攻击能力， C 型安装了 AV-AVQ-28 光栅可显示热成像导航吊舱、AN-AAR-50 热成像导航吊舱、AN-AAS-38 夜鹰 FLIR 瞄准吊舱以及猫眼夜视镜等。自1991年开始生产的 C 型还换装了改进型的 F404GE402 EP1 发动机。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，各方面性能都已完善的 F-A-18C 开始逐步显示出它的优点和多用途作战能力。1992年，美军又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改进，发展出 F-A-18EF 超级大黄蜂。此次升级并不是 C 和 D 型的简单升级，而是进行了大幅改进。因为美军当时取代了 A-12 隐身舰载攻击机的研发计划，所以 F-A-18变得更加重要。相较于 C 和 D 型，超级大黄蜂的尺寸增加了 25%， 但是零部件数量减少了 42%。超级大黄蜂重新设计了机翼、尾翼和起落架，加强了机体。明显变化就是采用了不规则四边形进口斜切平面的 Carter 进气口，取消了双垂尾之间的减速板，机翼前缘边条更大。在动力方面，换装了推力更大的 F414GE400 发动机，带有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，油箱容积也获得了提升。另外，超级大黄蜂还换装了新型雷达与部分航电系统，安装了改进型的 AN/APG-73 雷达，后来进一步换装为 AN/APG-79 相控阵雷达，具有合成孔径雷达测绘模式。超级大黄蜂之所以能成为美军舰载机主力，早期型号看上去用途很广，但每一项性能不够不突出。随着机载设备与武器装备的不断服役，超级大黄蜂性能变得越来越出色。美军还在双座型基础上衍生出一个重要机型 EA-18G 电子战机，具有强大的电子支援和攻击能力。在 F-A-18 成为主角之前，美国航母甲板上的舰载机型号很多。F-14战斗机主要用于制空和拦截， A-6 重型攻击机和 A-7 轻型攻击机用于地面打击， EA-6B 徘徊者是专门的电子战机。如今这几款舰载机已经全部退役，被 F-A-18E 系列战机所取代。另外还有一款改良型 F-A-18， 就连美军都没开始列装，但这款却异常适合台湾空军。近些年，波音公司在美军项目上接连失利， F-22 与 F-35项目被洛克希德全盘拿下， B-21 隐身轰炸机也由诺斯罗普负责。波音为了能继续保持在美军项目中的竞争能力，只能将目光投向现役战机。之前就搞出了一个 F-15EX， 并成功让美国国会买单。如今波音又在 F-18 的基础上推出了 F-18XT 沉默风版本。相较于美军现役的超级大黄蜂， F-18XT 在外观改动上并不大，基本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气动布局，着重提升的方面都是 F-35比 F-A-18EF 先进的地方。相较于前型大黄蜂， F-18XT 拥有两大不同。于21世纪的美国海军来说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舰载机航程太短，加挂外部油箱会影响舰载机武器挂载能力，选择发展舰载加油机又治标不治本，最终只能寄托于下一代空中优势，希望能来个符合要求的。但大家也清楚，要求越多，研发难度也就越高。
美国海军在下一代舰载机研发上还面临着不少挑战，例如能躲避雷达侦察的新型机体结构、最新的隐身涂层、降低机体飞行热量的技术等等。另一方面，机身装备的发展也在影响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载机的研制，尤其是硬推销给美国海军的 F-35C。我这本来就需要载荷高、飞得远的战机，你非要给我整个腿短的，这让我怎么出去打架？当时美国空军已经订购了1170架 F-35A， 然而海军对这笔订单却迟迟没有决定，甚至还在当年延迟了 F-35C 战斗机的订单，转而扩大 FA-181F 超级大黄蜂的订单。但是不买 F-35C 又觉得不给国会面子，万一以后给我穿小鞋怎么办？所以硬着头皮订购了260架 F-35C 战斗机。为了解决美国海军这个痛伤，本身内有14400磅，使得 F-18XT 在挂2枚2000磅炸弹以及2枚 AIM-120 中程弹时，作战半径从1092公里增加到1350公里。超级大黄蜂在设计上其实是存在缺陷的，其翼下挂架被迫向外倾斜，呈现出外八字的布局，导致超级大黄蜂在高速飞行时的阻力大大增加。导弹长期暴露在外，也会让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增加。而封闭式武器舱的用途就是减少外挂导弹造成的雷达截面积，可以更好地保持战机启动无惧。在执行需要速度的制空拦截任务时，可以进行整流，减少飞行阻力。不仅仅3、4代机能用，5代机也可以用。英国 BAE 就为 F-35开发了机腹机炮吊舱这类的隐身吊舱。波音设计的封闭式武器舱，每一个都可以挂载4枚 AIM-120 中程空导弹。用上了这东西， F-18XT 就可以摆脱机翼上的外八字挂架了。除此之外， F-18XT 还换装了更强大的 F-414 发动机，这是记忆公司在 F-404 与 F-41基础上研发的，加力推力增加了 24%， 在近距空战包线区域， F-414 能提供比 F-404 高 30%至 40% 的推力。在高空截击任务中， F-414 的超音速推力也比 F-404 提高了 25%到 30%。由于气动布局的改善， F-18XT 在加速性能与爬升性能方面比现役超级大黄蜂提高1到2.5倍。经过波音公司的21次试飞，详细测试了保型油箱与封闭式武器舱，再加上隐身涂层的使用， F-18XT 沉默蜂比美军现役超级大黄蜂的隐身指标改善了 50%。最优秀的还是 F-18XT 的电子作战能力，在 F-18XT 机背上装备了球形导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，增加战机防护能力。机首下方配备了与 F-35一样的前视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，能够探测、跟踪和瞄准各种陆地、海洋和空中目标，最大限度地为飞行员提供态势感知能力。而这种被动探测能力直接针对的就是5代战机。 IRST 可以用于扫描地平线上的雷达战斗机，接收喷气式发动机释放的红外线热量，为 F-18XT 沉默蜂提供对抗5代战机的真正机会。另外， F-18XT 还换装了新一代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，对座舱进行了彻底改造，利用整块屏幕代替一连串的仪表，让飞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攻击标准更加准确。安装的新型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，可以让 F-18XT 与其他战机通过先进指向性网络技术数据链实现海量数据交换，并融合实时信息，用一句话代替。F-18XT 在超级大黄蜂基础上做出的升级，都在向美军 F-35C 看齐，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 F-35C， 甚至有了取代 F-35C 的可能性。F-18XT 的飞行寿命也获得提升，此前交付美军的超级大黄蜂飞行时间大约在6000小时，而 F-18XT 飞行时间足足增加了4000小时。更长的飞行寿命除了能为军队服役更久以外，还能减轻后勤压力。经过这次改良， F-35C 恐怕在航程、速度以及火力方面很难超越 F-18XT， 而俄制苏35更不是对手了。波音此次进行了改进，可以保证 F-18XT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潜在对手的飞机与防御系统保持优势，甚至能直面对手的5代战机，而这更是台湾需要的。相比之下， F-15SE 就要逊色一些了。不是说 F-15SE 不行，而是 F-18XT 更厉害。
你们觉得 F-15SE 与 F-18XT 在选择上，台湾可能会倾向哪个呢？好了，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